看书的意思其实就是从作者的智慧当中来学习。我看了书以后，常常感觉到，教你怎么拼事业的书呢，大部分都真的能够帮到一些忙；教你怎么拼感情的书，大部分都在瞎扯。就是感情这件事情，你不管怎么拼，最后是拼不来的。可是事业这件事情呢，随着智慧的累积，随着经验的累积，其实学习可以有帮助、有成果。所以，如果现在叫我诚心诚意的给大家建议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就算鼓励你们拼男人，我也觉得我是把你们推到一个火坑里面去。这是一场无法拼的事情啊！男生会变，而事业非常的忠诚。事业呢是等在那边，只要你努力，只要你用心，他会回报你。而男人呢，你努力，你用心，他依然会变心。所以我赞成是拼事业。男人就一定会变心，这个论点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有的是忠诚的好男人。如果这个题目叫做“女人拼事业还是拼男人”，我会站在你的立场上。但是这个题叫“漂亮女人应该拼事业还是拼男人”，我就站在了这边，因为我目睹过很多漂亮女人去拼事业的过程中，遇见的最大的问题还是男人。是吧？你的董事长是个男人，你是个漂亮的员工。你的导演是个男人，你是个漂亮的演员，对吧？你的制作人是个男人，你是一个漂亮的歌手。要不要去拼？这些男人可能不是你的爱人，但是也要去拼他们对你的分寸感，是不是要拼的？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因为她是漂亮女人，所以我选择拼男人。第二，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论漂亮还是不漂亮，这一生能有一个美好的爱情，是最最重要的。其实对男人也是。就是对男人来说，如果你要用事业换一个最伟大的爱情，其实男人也愿意换。那什么才是一个人一生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份爱。我刚刚这一方的辩士提出来一个案例啊，我很赞赏他不是在高攀什么事情，可是一个28岁的人跟一个82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无论如何就可以想象，不管这位80多岁的学者他拥有多高的智慧，她的人生会比她的伴侣提早结束。对。而这位28岁的女生，她会有多少年的时间，她是抱着怀念这份已经逝去的爱人，必须要自己度过。如果她及早开始拼自己的事业的话，当她的爱人不在世上，她还依然有她生存下去的依据。所以是贵芳自己提出来的案例，我只好以这个案例来告诉你，就是她难道不能去拼下一个爱人吗？就像范甜甜所说的，他的竞争力会逐步降低。没错，而且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前面当第一个男人，下一个男人的门槛实在非常高。就是如果像他所说的聊天要聊得有乐趣的话，跟诺贝尔奖得主聊完后还会觉得下一个男人聊天有乐趣，你得找上帝去聊了。但是双诺贝尔获得者。但是对于大部分有实力的男人来说，娶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尤其是杨振宁还不是一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以及一个不光是一个科学家，以及一个伟大的人的遗孀是有吸引力的。杰克琳·肯尼迪 JFK 死了以后还嫁给了希腊船王，不是说你前面经营那份感情没了，你就变成价值是0了。你曾经有过的爱情，你曾经有过的，你为了你的辩论的胜利，你可真是扭曲自己的心灵。人格我没有扭曲，连靠着前任的光环来谋求下个男人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好，这就是辩论的魅力，因为可以完全不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重点在自己的立场上。好，现场所有的观众，最后一次了，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为了撕去人性虚伪的面具。为了颠覆既有观念的枷锁，贯彻爱与真实的终极信仰。是的，我们就是传说当中的马小。谁写的这？烂死了！这拿嘎着窝加尔笔都写不出这么臭的文字。我跟高晓松出这么多书，我们讲这么烂的对白。哎，作为一个这么奇葩的节目的第1期的开场。我特别怀疑会因为我们这段开场白使我们的冠名商退订。非常感谢大家来收看我们第1期开播的一个全新的网络节目，是由不走寻常路的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欢迎大家。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我听不下去。
主题就叫瞎奇葩说。每期我们都会请来一位女神。那么今天我们第一期请来的是谁呢？是谁呢？是谁呢？之内变格格。滴滴滴，许愿许到我的天！扶椅子。您请，我手。哎呀，不是。你怀孕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谢依霖。对。名如其实的女神。我只知道蔡依林，我什么时候叫谢依霖？不是 hold 住姐吗？是 hold 住姐。听说你今天要送我们礼物啊？对的，请打开你们的小抽屉。这是我电影的小礼物，《撒娇女人最好命》会在。这是你的电影啊？对，10月28号上映。那里面呢放了很多。这是周迅演的啊。And me。周迅跟黄晓明吧。And me。太好了，欢迎你来我们这么一个节目。你事先编导怎么跟你说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他反正也没跟我仔细说内容，他只是说希望我可以来当第1期的女神，我就答应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我们所讨论的话题事关国计民生然后跟每一个人都相关。然后请您来，除了因为我们这边2位队长将各自有他们的观点发表之外，你可以任选一边你自己支持或者反对的观点来阐述您的观点。但这些又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整个辩论现场的规则就是随便。为了提高我们这么一个高逼格节目的高逼格，对高逼格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一个侄子。好，我们一个热身问题哈，很简单，非常简单。早晨起来，你突然发现，你跟你的伴侣，交换了身体。这个沉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和你的伴侣交换了身体，你会怎么办？老师，我有问题，你说。hold 住姐没有伴侣。对，这是我比较大的疑问。或者他的伴侣没有身体。你这样说。好，这样假设你有伴侣 ，OK， 假设你有伴侣，好，你非有不可。好，我也想啊。你非有不可。早晨起来，你发现你们2个交换了身体，而思维还没变。灵魂交换。对，你会干什么？请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男生女生没有区别，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个男生最喜欢的休闲爱好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呢？是谁告诉你这是男生最喜欢的休闲爱好？那是台湾男生的休闲爱好，所以这边的都不大陆的男生叫。只是武器的规格不一样而已。高团长，你早上起来发现你跟你的伴侣，你有伴侣是吧？你跟你的伴侣交换了身体，你想干什么？出去勾引我。
一个人得自恋成什么样才会有这种答案？哎，你要是勾引你自己，勾引不到手怎么办？那我就离婚。如果说早上起来你发现你和你的伴侣交换了身体，你会怎么办？报告主持人，就是我跟我的伴侣身体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主持人今天很辛苦啊。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热场问题，跟大家刺激一下，是为把大家带到一个更嗨的一个讨论环境当中来。是，其实讲话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是会不会讲话，工作和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时候，你能不能够讲好话，对你的人生有所帮助，才是我们做奇葩说的一个主因。这就有点像什么？像一部汽车。就你在爬坡的时候，真正决定你能爬多高的，不是你的，就是你排量有多大，是有一个技术的名词叫扭矩，就是它是在瞬间能够爆发出的那个力量的一种形容。太难了。或者说，这个词儿在我们这个交流当中，扭矩就是扭过来的那句话。哦，就关键时刻你能把这句话给扭过来，特别重要。我们选手们有没有办法今天发挥一些扭矩出来？是这样，好吧。毕竟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我不到。让我们看一看辩论的第一道题目，看小片。女人幸福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把幸福寄托于家庭，有的是事业，更有潘金莲通过劈腿西门庆找到幸福。那么问题来了，女人的幸福如何才能掌握自己手里？很多女人认为男人不可靠，只有拼事业才有保障。如今婚姻越来越不稳定，老公流动性越来越强，只有拼出事业，好男人才能像地摊货一样容易找。杨澜一直在拼事业，才有机会嫁给志同道合的好老公吴丈。所以女人拼事业得有胜。但有人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做贤妻良母才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业。找个好男人始终是硬道理，嫁得好少奋斗好几年，找个土豪半辈子不用愁。梁洛施嫁给李泽楷，即使离婚了还能分到3亿，拼事业哪有这种收获？找个好男人养着自己才是女人的幸福家。总之，在侃爷看来，拼事业拼男人都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诸位看客，你觉得漂亮女人应该拼事业还是拼男人？漂亮女人是拼事业还是拼男人喽？男人靠不靠谱？你还不知道吗？各位观众朋友们，男人靠得住，母猪也上树。这个宁肯相信有鬼，也不相信男人这张嘴，不相信男人这张嘴。我从对方角度问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其实就彻底的否定了爱情了，就所有的爱情都是骗局。不重要，被戳穿了就是骗局，没戳穿就是信仰。征服漂亮的女人有成就感，还是征服有势的漂亮女人有成就感？那肯定是第二者喽。对啊，所以说嘛，超值嘛，大礼包。谁会挑这个花瓶在家里没事说，在家里老公我要你帮我打水，你帮我打扫。我还以为我都回家这么辛苦了，你就不能干吗？你长这么漂亮，这么多年爸妈培养你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勾引我的吗？就是为了勾引我的吗？就是为了勾引我的吗？我搞魔术要迷住一群小朋友3到5分钟，尚且如此之难。我要迷一个成熟男人一生一世。对，迷住。这难道没有技术含量吗？迷住 OK 了吧？那这个时候他反打我们说，爱情本身就是迷惑的嘛。哎呦，好棒！本节目由不走寻常路的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下载网易云音乐，收听奇葩说每期主播电台，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网，为喜欢的选手投票。问题出来了，漂亮女人应该拼事业还是拼男人？坐在我右手边坐在红椅子上的是正方，坐在我左手边蓝椅子上的是反方。你们是根据自由意志选择的正反方，对吧？没错。而且他们事先对这个题目都有所这个准备，对吧？那好，那我们请全场一共100位观众，如果你觉得按照正方的观点，女人是拼事业按红键，拼男人按蓝键，请选择。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今天的主辩手坐第1排，2排为协助议员。比赛中，观众可以随时变换心意，按下啪啪钮，红正蓝反。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哇，压倒性！
我选反方，因为我们太容易赢。看一看啊。好，现在我们双方队长来选择一下自己的立场。我选那个人少的，因为人少的很容易赢，你只要拉过来1个人就赢了啊。人家已经70个人，再拉1个不容易。小聪说了一个规则，就是我们辩论的胜负是由经过辩论之后你有多少票跑票来决定。比如说最终如果反方获得了31票，他就是加了1票，对方就减了1票，所以他们就赢。OK， 蔡团长，您现在的选择只剩1个，就是拼事业，您怎么选呢？我拼事业，只能拼事业了。真的是从善如流啊！好，女神到你了。对，我觉得啊，拼事业还是拼男人。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是拼事业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世道连男人都会跟你拼男人了。所以我喜欢来宾话中带话。我没有话中带字。来吧，我们从正方开始。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叫漂亮女人拼事业还是拼男人？显而易见，她已经很漂亮了嘛，男人对她来说是难事儿吗？当然不是难事儿，勾勾小手指就过来了。漂亮的女人拼事业才能够证明她自己的生命价值所在。人就是非常犯贱的一种动物，我就是其中之一。好好的主持不去主持，好好的戏不去拍，来到这个节目赚不了什么钱，赚不了什么钱，赚不了什么钱。Let's go。100块都不给我，包天来这么远，100块都不给我，我这么远赶过来，100块都不给我，排队。为什么要来到美特斯邦威奇葩说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证明我自己价值所在。对方的马薇薇小姐为什么不要在家里面啃一个番薯，看着爱奇艺，到这边来呢？因为她要在美特斯邦威这舞台上面证明自己的价值所在。同样的道理嘛，女人只有证明自己的事业有多么的牛，才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的体现。谢谢大家。您可以随时质询。我们的选手分分钟将其灭掉，所以我一句话都不用说，分分钟踩在脚下，碾是吧？等一下，我要问一个问题，你刚刚最后一句话，你一开始说的是好好主持不主持，好好演戏也不演戏，这个节目也没给你多少钱，你拿钱了吧？拿钱了呀？为什么我没有钱？好好说的漂亮一点嘛。好，对方这边有请。范小姐，范小姐，选手的价钱是照年龄计算，对，超过一定年龄就没有钱了。范小姐，以你的年龄，你走的时候记得交点钱啊。这方面有请继续。跟栏目组叫板，你都被剪掉了。来吧。OK， 很多人啊瞧不起拼男人的女人，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没有技术含量。可是我认为真相并不是这样的。我虽然不是一个女人啊，可是我是一个魔术师。那迷惑我的观众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迷住男人这件事情，我感同身受。它一点也不简单，反而超有技术含量，一点也不会去比那些想要靠事业去打拼的女人差。想要演好一个魔术，光会变是不够的，否则登上央视春晚的魔术师为什么是刘谦不是我啊？所以想要迷住一个男人啊，我觉得同样漂亮也是不够的。男人虽然好色，可他并不脑残啊。当我们想要演好一个魔术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背后付出很多的努力。但是当我们想要迷住一个男人的时候，脱就好了呀，脱就好了呀。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有内涵的男人，他会去选择，哦，他竟然能够把我迷得开心，迷得高兴，迷得我甘愿分一半的家产给他，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谢谢。你有兴趣反驳他吗？我甚至没有听进去。好，魏明，根据你刚才的发言，丝毫没有改变场上任何比赛形式。
好像刚才是70比30，你说完了以后是72比28，然后你维持了这个比分。好了，甜甜小姐，不是我，下一个是他，是我。哦，是你啊？好，我来之前真的以为这是一场认真的辩论节目的。你们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讨男生喜欢吗？作为一个资深男人，我告诉你们哈，剧组也没给我钱，你知道我有多资深了吗？你才当男人几天？作为一个资深男生，告诉你们哈，只有在女人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男人才会觉得她特别有魅力。我在广州生活过，他那边有2家非常有名的情趣用品店。进去逛的时候会发现各种的情趣内衣，你们会发现，哎，似乎都是每一种有事儿干的女人更让你喜欢。刚刚魏明说的很对，男人很难讨好。那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给你一身看起来，比如说像事业的衣服。我知道薇薇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过就是在说啊，你这样不还是为了勾引男人吗？不，这件事情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是这是我拼事业带来的副产品，就好像你拼了男人带来的副产品，也可能让你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嘛，对不对？所以的话，这我们叫做这样的方式去拼事业。正方，首先啊，像一个误区引导。不用他们的意思是说，我说一句，然后就交给你们来。他们意思是说，拼的是漂亮女人睡过的男人，不是，我们要拼的是爱她的男人，对吗？选课结束之后是80比20，正方多了10票。马薇薇，你请。好，刚才选课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男人都喜欢专注的女人，而专注于事业的女人是最吸引男人的。这暴露了他们男人，特别是资深男人，一个最险恶的心理，就是既希望你赚钱养家，还敢希望你貌美如花。发现了吗？如果你想通过拼事业的方式拼到男人，你要干2份工作，领的是1只鸡的钱，提供的却是双拼的服务。这种天大的骗局，别光忙着笑，赶快给我跳票好吗？好。这个时候，这个很恐怖，你知道吗？这是男性对女性的陷阱。他告诉你们要独立，要自强，同时还要做好妻子、好妈妈。我怎么那么闲呢？我。下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正感人的爱情故事——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明白吗？他们突破了伦理的束缚，年龄的鸿沟，世俗的障碍，勇敢地走在了一起，双双走上了人生幸福的巅峰。谁呀？他们叫翁帆和杨振宁。你们听到这句话，觉得我好像在取笑他们，因为刚刚他们爆出这则新闻的时候，他们一直被取笑到现在。可是今天我是来给他们翻案的，特别是来给翁帆翻案的。什么意思？她一个普通大学本科女生，千辛万苦去工作，初婚嫁的是一个香港小职员，不到2年就离婚，老公对她未必好，曾经的两情相悦、海誓山盟，转瞬都是空。好，如果她这个时候转身去拼事业，以她的能力，10年过去，想必月薪已经超过8000，对不对？可是人家华丽转身，嫁给了杨振宁，人称杨夫人。今天到现场，我们这些拼事业的女性坐这里，杨夫人来，你们4个都得让开，让人家坐这里。大家对他们觉得不道德、不忿，最大的一个原因，女同学一定要注意听，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女生飞上枝头做了凤凰，对不对？好，大家同样都是地上跑的鸡，我们辛辛苦苦爬，凭什么你非走捷径？对
对不对？不爽。可是同志们，我们想一个问题：人生只要不伤害别人，没有什么捷径是真的值得抨击的。更何况，人家在一起真的是为了钱和地位吗？一个80多岁的老头能给你提供的人生经验，你们两个能聊的话题，不是对面这位所谓资深小伙能提供的。最后再解决你们一个疑问，说没有性生活哪有爱呀？结婚超过10年，你跟谁会有性生活？感谢各位。微微太棒了，我跑票。微微，你结婚几年了？目前还在10年之内。10年之内。你要跑票？我跑票了，我被他说动了。你是被马薇薇说动了是吗？完全，他太恐怖了。你好有品味。我感觉不跑票会。好，那现在你就站到这边来了。马薇薇发言之后，反方票数被翻了1倍，30.6。甚至其实它的起点是20，应该说翻2倍。我们开始下一个辩题吧。对，已经胜负已分。正方杀手还没出现呢。杀手，正方杀手。范甜甜，请。我们到底是拼的是事业，还拼的是男人？首先第一点，你们讲的都不对。这个女人拼的男人是为了什么？我想问一件事情，对方辩论，你们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感情？真爱。真爱啊！你们两个人现在观念不符合。如果你是为了拼一份钱，就像刚才他说的，为了拼钱的话，不好意思，你同意我们这个观点，因为你把感情当成一个事业在经营，你还在拼事业呀。对不啦？你是为了要赚钱呀，你是为了在这个男生身上能够少做，你在工作呀，就像你说的，你把男人当成工作好不好？等会儿没轮到你说，我还没说完。你刚才打断了别人，你要这么说的话，世界上所有事都是工作呀。不是，你说的是真爱，对不对？你坐下，但世界上我来跟你谈谈什么叫真爱。艾丽，你请坐。啊，我从21岁最青春的年华，最美好的日子。21岁到28岁，整整8年的时间。半个世纪以前。对大家听我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要插嘴。21岁到28岁，最青春的年华，把我的时间、感情、爱情，把家里的所有的时间，包括我自己的工作也放弃，去跟一个男朋友在一起，陪他来北京北漂2年，住在百子湾。他是一个搞音乐的，高晓松老师还认识他，他是跟了张亚东的那个时候。花了这么多的感情，每一次我在工作的时候有突破点的时候，他都就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背后必须要有一个称家的女人。从此之后，我的名字改了，我不叫范甜甜，我叫某某某的女朋友。没关系，为什么？真爱。什么叫真爱？我能为你献出一切，甚至是我的生命。我在不在乎这种事情？我不在乎。好，我把我的所有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他，包括我陪了他之后，后来发现8年临门一脚，准备要结婚的时候，一个艺术家犯了一个老艺术家应该犯的错，他去吸毒了。去吸毒了。今天这哥们儿呢，现在住在上海天安桥，手里他捧着窝头。这个时候我几岁了？我28岁了已经。很多人都说30几岁的女人难嫁，像我的性格难嫁，不是难嫁，是被耽误了。28岁以后还要疗伤吧，各位现场的哥哥姐姐们，还要疗伤吧。我痛苦啊，我难受啊。你们现在觉得很好笑，这8年时间你们觉得容易吗？我眼泪掉了多少个浴缸？每天在北京的那个小小的房间里边，那么小的一间房间，还有一个 studio， 还要做音乐在里边。我每天晚上做完家事，请不起阿姨，那个时候一个人，手上拿了一个酒杯，自己弄点什么 water 卡，放点冰块，全是风沙往嘴里吹，还得倒一杯酒，咚咚咚往下喝。我打开窗打电话跟我上海的女朋友说，我活不下去了，我说我难以呼吸，我连呼吸的困难都不行。后来为什么我去参加顶级厨师比赛？就是这2年给我男朋友操练出来了，天天做饭，做上海菜必须啊。我容易吗？8年的时间，8年女人的青春，8年容不容易？我想问你们，今年疗完伤，到了30岁以后，再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又要重新开始，等到再进入婚姻的殿堂，那有多长时间？我想问你，这10年谁还给我？投资回报率太低，拼男人。如果这10年我来拼事业，我现在已经有钱了，长得丑一点有什么关系？我去整整容好了，什么男人我得不到？有了事业以后就一定会有钱，有了钱以后我就一定会有男人。为什么？什么男人都可以，从20岁的、40岁的、50岁的、60岁的，杨振宁，所有男人任我挑选。你问过我们的感受吗？没有，我到他这挑。是不是所有的男人任君挑选？你又有钱，你又有男人了。
还求什么呢？我不知道各位，这如果前10年我能拼得这么顺利的话，我现在还不错，天生条件比较好，保养的还行啊，大家看看，不太像30几岁已经快35岁的女人吧？是不是？我容易吗？所以把你的8年感情投资一个男人就是失败，因为你发现当你有一天你不爱他的时候，一切都毫无意义。没错，你上了800顿饭，在家里天天的抹地板，抹了800次，全部都不成为意义。为什么？因为这家伙现在在提篮桥里待着呢。他也在抹地板，我可以告诉你，里面主要的工作就是抹地板。但是甜甜姐，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恋爱也是会获得经验的？啊，讲到恋爱获得经验，我就告诉大家。恋爱经验很好笑一件事情，那事业你越做会这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是吧？哪怕我失败没关系，我从头开始。但你累积了经验值。哎，你刚才说一句重要的话，哪怕你失败了，从头开始，说明拼事业也不是像你说的，只要拼就一定会成功。哎，听我讲完，也一样会失败，也一样会。我讲的都是失败哦，感情失败和事业失败。事业失败之后，你累积的经验值，那你下次的话你会更好。我等于又加了50分，我累积了人脉啊。我还累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啊！哎，那我是累积的东西是不是？感情失败之后，我累积个屁呀！我累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下一次我下次再看到男人，我不敢靠近了，我害怕，我胆子越来越小，而且我越难被打动。你再给我买个金山银山也打动不了我了，我对爱情是越来越害怕，而且我越来越疲劳。这个感情的这个失败之后累积的经验值就是放屁。您看出来一点用处也没有，累觉不爱，对不对？累觉不爱有什么好爱的？我对爱情失望了，我不想再爱了，是不是？可是事业失败之后，我不会绝望。事业失败之后，我不会绝望，为什么？我会重新东山再起，再活一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好坏，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好票，好票了，好票了！甜甜姐，观点呢？我想到我都要哭了，又回去了。想到我当时被甩的时候，对，来瓶水，真的，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爱情的投资报酬率太低了，甚至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们把爱情当做投资回报这件事本身，没有，我觉得非常不能被同意。我觉得尤其女生来说，女生是一个会贬值的动物，你知道吗？我们的外表是会贬值的。可是男生不是啊，所以我们最漂亮就是这段时间。如果你起点很低，就不会贬值。哎，也是会一直保值。对，我是一直往这帮的，你是我们这帮的，对吧？对啊，对不起，你不要为了求我这样好不好？对不起，值得吗？我们票回来了，太神了！79比21，非常好。这是一个拼男人失败者的独白。谁拼男人失败？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失败的。艾丽，首先呀，我想让现场的所有男士对咱甜甜姐的这个悲惨的经历表示哀悼，但与此同时有一点，您不能因为您的男朋友是渣男，就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渣男，对不对？难道所有男人的话都是真不靠谱吗？我同样讲一个艺术家，他同样有一个女性陪了他7年，他是我们全世界最牛的华人导演之一李安。李安在他7年的岁月里面，他的妻子林女士对他一直不离不弃，而如果没有他的妻子对他的鞭策，没有妻子对他的爱的话，那后面李安这些事儿也都成不了。我们认为拼男人可以是通过爱情让那个男的变得更强。一个女性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事业一个方面，我指的这个拼男人的意思更多的是因为你这个男生更加的优秀，因为你这个男人成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优秀的人，而这也是个非常大的成就。我们不能因为说一个女的没做成事业的话就评价她不行 ，right？ OK， 好。艾丽说完之后，你们是不是忘了按键了？大家可以表达一下观点。艾丽好像变化不大哎，非常短的访问，31、33还可以。那个我们让后排2排议员来那个终于有发言的机会。思达。其实我刚才在听完甜甜姐讲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因为很多女孩我们都一样，没有人的感情路上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遇到过渣男，都遇到过困难，但就好多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很多过来人都会告诉你，年轻人、小朋友，你要知道，我们告诉你的都是经验，都是道理，我们都是对的，以后你就会明白。
但我们为什么不去听他的意见？为什么不这样走？不是因为我们不乖，是因为我们心里总有我们想坚持的东西，比如说爱啊。我觉得其实，尽管我们现在遇渣男，尽管我们现在有挫折，但是呢，我们心里总得坚持点什么吧？是的，总不能因为遇到那个我们这样，我们留后面几期节目再跟大家分享你曾经遭遇的那些不幸。别让你们讨厌。我就最后说一句话行吗？啊，你说。就是我们总得活着，不能认清现实很困难，不想活了吧？总得有点盼头吧？看看，就应该要有希望啊！有希望就不是悲哀啊，对不对？好，那个金宇轩同学，思达刚才说了，你确定你要讲吗？我确定我要讲啊！要讲吗？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要讲话了。OK 啊，思达刚才也说了，你是年轻人嘛，我给你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本科是在中戏读的，我们这个故事题目是漂亮女人，我们那里充满了漂亮女人。我的本科同学有2个女孩，她们像双生花一样，维罗妮卡的双生花，非常漂亮。2个女孩的姓甚至都是一样的。本科毕业之后，她们都嫁得非常好。第一个女孩嫁给了一个很著名的歌手，高晓松老师肯定认识她啊。高晓松你谁都认识，什么这所有人都认识。OK， 她嫁给了一个组合的歌手，她嫁给了羽凡啊。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她嫁的也很好，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8岁的千万富翁。这个故事当时传递给我们，我们还很年轻啊。当时我们第一反应都是抽口烟。我女导演太了，想棒我都没人棒去。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很年轻，过了几年以后呢，那位嫁给陈羽凡的那位女孩，我们都叫她陈太太。过了几年之后，陈太太接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失恋33天》。失恋33天之后，她一下就火了，她成为了1线的明星啊！她就从此之后，我们没有人管她叫陈太太了，我们管她叫白百合，甚至我们会管她的丈夫陈羽凡叫白先生你好啊，就像刚才马姐薇薇姐说的那个一样啊。杨振宁和翁帆，你说翁帆坐到这里来，她是谁？她是杨太太啊。但如果白百合坐到这里来，她不是陈太太，她是白百合。这样才是一个拼男人还拼事业啊！这是个事业，好吗？稍等一点，稍等片刻。但是另外一个女孩的人生，我真的也要告诉大家，这是真事儿。她嫁给那个男人以后呢，2012年的2月份，然后她的丈夫带着刀走到他们家，当着她妈妈那边把她拽过来，在她身上捅了3刀还是4刀，她死了，还被她丈夫杀了，然后那个男人也就自己割脖子自尽了。你说的是那个白净，这都是我的同学，所以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都是局外人。也许是情感，也许是金钱，也许是他嫁错了人，也许是他选择了一个拼男人，而不去再选择拼事业，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每当我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能想起来。很多年以前，我在南锣鼓巷，我看着他们俩一块走在阳光之下，2个姓白的女孩，很漂亮的女孩，她们当时那个样子，再想到现在她们的样子，所以我更希望我看到白百合坐在这里，或者我更希望，也许白净没有选择当年嫁给那个人，也许有一天她也会坐在这里，这是一个拼事业的女孩。给我 OK 说完了。对方实际上就是举了一些爱情失败的特例而已。那这种特例有的是，那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马皇后对朱元璋，对吧？可以举出无数的这样的例子。因为女人的付出成就了不光是一个男人，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成就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经营起来了。我们只不过是有点觉得呢，拼事业并不排斥拼，同时能够拼到男人。对呀。拼男人恐怕就会排斥拼到事业。所以我们这边的立场是比较广博一点的。侯姐，我觉得，拼事业为什么要赞成拼事业？主要是你要为你爱的人付出。如果你今天你老公倒下了，他就是被车撞到腿都瘸了。你也有能力照顾他，这就是我真爱的方式。漂亮，对嘛？啊，潇潇。我觉得刚才对面其实一直就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好像拼事业一定不会失败一样。现在很多公司也一直在破产，好不好？而且刚才其实听完那个叫甜甜姐说完之后，我觉得这姑娘真的太好了。我身边怎么就没有这么敢爱敢恨的姑娘呢？但是观众朋友们，今天来的是啊。
他不要姑娘。你不要闹啊！你不要闹哈！但是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来的是什么节目？奇葩说呀，他是一个奇葩呀，所以你们每个人的感情经历能和他一样吗？亲爱的，我在夸你呢。然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并不是每一个人对像他一样贤良。我想起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女孩，打着拼事业的幌子，她去拼男人。如果说我们这一边的人说我们拼男人，我们选择家庭，那我们就是没出息，我们就是。那他们就是又要当又要立牌坊，还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还约，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我要问大家，妹妹们，我们约吗？不约，我们不约，我们不约。好，高台长，你带的这个什么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有6个字，叫文能约，武能。这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好，反方涨票啊！反方目前涨到53票了。蔡团长有什么要质疑的吗？我很喜欢看书，看书的意思其实就是从作者的智慧当中来学习。我看了书以后，常常感觉到教你怎么拼事业的书呢，大部分都真的能够帮到一些忙。教你怎么拼感情的书，大部分都在瞎扯。就是感情这件事情，你不管怎么拼，最后是拼不来的。可是事业这件事情呢，随着智慧的累积，随着经验的累积，其实学习可以有帮助、有成果。所以，如果现在叫我诚心诚意的给大家建议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就算鼓励你们拼男人，我也觉得我是把你们推到一个火坑里面去。这是一场无法拼的事情啊！男生会变，而事业非常的忠诚。事业呢是等在那边，只要你努力，只要你用心，他会回报你。而男人呢，你努力，你用心，他依然会变心。所以我赞成，是拼事业。男人就一定会变心，这个论点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有的是忠诚的好男人。如果这个题目叫做“女人拼事业还是拼男人”，我会站在你的立场上。但是这个题叫“漂亮女人应该拼事业还是拼男人”，我就站在了这边，因为我目睹过很多漂亮女人去拼事业的过程中，遇见的最大的问题还是男人。是吧？你的董事长是个男人，你是个漂亮的员工。你的导演是个男人，你是个漂亮的演员，对吧？你的制作人是个男人，你是一个漂亮的歌手。要不要去拼？这些男人可能不是你的爱人，但是也要去拼他们对你的分寸感，是不是要拼的？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因为她是漂亮女人，所以我选择拼男人。第二，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论漂亮还是不漂亮，这一生能有一个美好的爱情，是最最重要的。其实对男人也是。就是对男人来说，如果你要用事业换一个最伟大的爱情，其实男人也愿意换。那什么才是一个人一生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份爱。我刚刚这一方的辩士提出来一个案例啊，我很赞赏，他不是在高攀什么事情。可是一个28岁的人跟一个82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无论如何就可以想象，不管这位80多岁的学者他拥有多高的智慧，她的人生会比她的伴侣提早结束。对。而这位28岁的女生，她会有多少年的时间，她是抱着怀念这份已经逝去的爱人，必须要自己度过。如果她及早开始拼自己的事业的话，当她的爱人不在世上，她还依然有她生存下去的依据。所以是贵方自己提出来的案例，我只好以这个案例来告诉你，就是她难道不能去拼下一个爱人吗？就像范甜甜所说的，她的竞争力会逐步降低。而且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前面当第一个男人，下一个男人的门槛实在非常高。就是如果像他所说的聊天要聊得有乐趣的话，跟诺贝尔奖得主聊完后还会觉得下一个男人聊天有乐趣，你得找上帝去聊了。但是双诺贝尔获得者。但是对于大部分有实力的男人来说，娶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尤其是杨振宁还不是一般的诺奖获得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以及一个不光是一个科学家，以及一个伟大的人的遗孀是有吸引力的。杰克琳·肯尼迪 JFK 死了以后还嫁给了希腊船王，不是说你前面经营那份感情没了，你就变成价值是0了。
你曾经有过的爱情，你曾经有过的。你为了你的辩论的胜利，你可真是扭曲自己的心理。人格，我没有扭曲，连靠着前任的光环来谋求下个男人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好，这就是辩论的魅力，因为可以完全不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重点在自己的立场上。好，现场所有的观众，最后一次按下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不是这个话题的对错，而是正反双方谁的话更能打动你，请选择。5、4、3、2、1，正方胜。多么悲催的一个节目！这是6个人在这儿把肠子都吐出来了，才打动了1个人。好，那就是反方的3位当中要有1个人被淘汰出局。好，2位团长，加上一直在这儿摇摆不定的您，对，要在他们3位当中写一个名字，哈，淘汰他。你们要做这么残忍的事吗？是你，不是我们，是你。我？对，来，你拼事业的时候到啊！对，来吧。这时候人品什么都没用了，来吧。你要是敢淘汰马薇薇，他掐死你！不是，他现在就从电视里节目组可以先把他的刀收起来，扣起来。他的武器。当3位都扣起来之后，我们要请你们说说为什么你们要淘汰这个人，而把结论留在翻牌的时候，好吗？从您开始行吗？他可以讲错的，我不喜欢，我很气他，但是再怎么样我都听进去了，至少我知道他说什么，我接受这个讯息，所以我觉得能不能被我接收比较重要，内容其次。基本上我觉得 message 少一点还能接受吧，但是露出大破绽，授人以柄，被人打过来的时候没法招架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我方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授人以柄。我现在选的这位选手是因为他其实长处应该在于使出眼花缭乱的手法，让别人心醉神迷。可是他却令他的听众们满心困惑。我认为这个在辩论方面可能还有可以加强的空间。好，那请3位亮出题板。好，3位不约而同。魏明，你可能委屈，也可能不服，但是你被淘汰了。自己确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在这种高度对抗，然后你的对手还会频繁打断你的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表达自己？他在我的后面的时候拿了一个那个笔记本电脑，全部罗列好重点，全部划好红线，一个人在练了好长时间。我们旁边再吵再疯狂再逼逼，他还是在那里疯狂的练。可是真的到舞台上之后，我发现他所有练的跟讲的东西不太搭界。我们再次强调，说话是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当你爬坡的时候，不看你排量的时候，要看你的扭矩，也就是你转变人心。我这样，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觉得挺好的啊。如果这要真是一个看脸的社会，那我们就直接赢了。这是不是个看脸的社会？我们2位团长也都有各自他们的这个观点。在各位投下你们神圣一票之前，我们先让2位误导一下大家，好吧？小松，你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你看看我的脸，你觉得是吗？那个康永兄，既然他选择了这个方，你就有义务
去站到他的对立面上去，是吧？我很乐意站在他的对立面。嗯，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这直接就是一个看的社会。那看什么呢？就是你有本事让人家第一眼看到你的脸就看脸，没有脸看的话，第一眼看到你的钱就看钱，看车子、看衣服、看你的才华，全部都可以看。那看脸是最方便的，所以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嗯，这多好，这才像一个辩论社会，对吧？珊珊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我觉得当贝克汉姆和马云先生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标准答案。啊，好深奥。马云和贝克汉姆那能比吗？你和我在一起，你看谁看不看？他看你，没看我。有完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如果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也去看你啊。我还是看脸的啊，我不会跟你在一起。我曾经也看脸，我17岁的时候也看人脸。所以其实看不看脸，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各位2位团长和珊珊的这个观点，但是我您说其实是看身材的。你认为这是一个看腰的社会是吗？这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变化看不同部位的社会。对吧？刚才拍那个什么硬照的时候，他不自觉的把手都放到我的腰上了，我觉得。然后才发现我的臂长实在不够。你们两个这个位置刚好是这么交叉着，容易让大家看乱，换一下位置行吗？我坚决拒绝，因为我坐在你旁边更有自信。怎么可能有人拒绝坐到珊珊旁边来？我坚决拒绝。不是，我要坐在珊珊旁边，我就变成说也不会话了，家也搬了走。但是我坐在你旁边，我就非常流利。但是你坐在珊珊旁边，你有了摸腰的机会。那更不行。那不行。老想着摸腰，还能辩论吗？哎，我觉得好怪，这一方长得明显的更好啊，颜值比较高，确定吗？颜值明显的，所以我们才更有说服力。这个人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啊，是这样吗？你凶个屁啊！激动好不好？长得好看就要骂我们的。稳住。那个刚才有一个选手提到一个词叫颜值，小松知道吗？是盐有多咸的那值吗？脸面的颜，颜值，你的世界里没有这个词儿，你的词因为说突破了0，是这意思。你叫做颜不值，你知道吗？这个康永知道这个词儿哈，颜值。哎，听起来懂，可是怎么那么像日本里面出现的？珊珊知道这个词儿吧？颜值。哎，知道。好，这样我们就以珊珊的颜值是100%，以我为0，以她为中间差距也太大了。以她为0，来做一个统计。大家对自己的颜值先做一个评论和判断，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自我判断。我们先从康永兄开始，你就不用了，你0，反正啊。康永兄的颜值自认为是58。好准确啊！连59都不是，57和59，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就是再多努力2分我就及格了。啊，靳宇轩啊，单纯颜值的话，我估计我大概是68。思达觉得自己呢？我觉得那就比金老师多10分吧，78。潇潇颜值，我觉得我98，看100的话。王梅颜值，颜值的话，如果不化妆的话，大概60分吧。但是化妆的话，可能可以提升10分，这样70。姜思达颜值，我觉得34吧。虚伪。张扬，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你那个值还没有小松高，你就算了吧啊。哎不，我跟你说真的，以前我真不觉得袁姗姗长得好看，但今天看本人她是美的。我刚才在跟他们讨论，我说。你又是一个不上进的姑娘，哦，就是我是要开始重新选择职业了吗？我也不太上进，其实。好，我们好像还是一个辩论节目啊，现在正式开始吧。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今天的主辩手坐第1排，2排为协助议员。比赛中，观众可以随时变换心系，按下啪啪钮，红正蓝反。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那我们现场100位观众，到你们表态的时候了。3、2、1。好，我们看一看，哦，67比33。好，按照一个辩论的规则，虽然我们经常不遵守规则，按照辩论的规则，也是由正方来开始。 OK，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方的观点是，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因为我们从有狗那年说起，所有的动物的繁衍生息，它们都是靠什么？靠择偶。怎么择偶？我们要选择个优良的基因啊。选择优良基因怎么弄呢？看它的外貌。我们或者说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现在是个狒狒的世界，我们是人猿星球，好吧，我们都是狒狒，那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一个是否是看脸的世界了，我们是个看屁股的世界。狒狒的择偶是看屁股啊，看红色的屁股。实际上，高老师坐在这个位置，就为我们充分的提供了一个证明，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看脸的世界。而高晓松老师由于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颜值，他只能把大家泡妞的时间用来苦练自己的琴艺。当练成之日，你才坐到清华的草坪上。好，1分钟时间到。你成功的已经为你们跑了3票了。 OK。啊，你准备转会了是吗？你要转吗？不过金宇轩刚刚讲了个重点，就是说是因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才把高晓松逼到了得苦练吉他，然后成为校园音乐人的这个，然后就完全否定了他看脸的社会。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脸不行，用别的也靠别的行啊，可是说明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嘛。不是，不对。按你这个说法，钱不够用，他开口了，我不可以用信用卡干了。您用您这个说法，钱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信用卡，所以信用卡可以取代钱。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其实你不是颜值不够，你不能来凑。高晓松老师，你弹吉他弹那么多次，我们并没有说这只是个看脸的世界，脸很重要，我们没有说它是唯一呀，是不是？我们金老师是对的，你为什么对于我们这种颜值的人不能胳膊肘膀你拐一下呢？你老看高老师有什么意思啊？是在解释。就我说对的，谢谢大家。好，我来说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吧。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127斤，然后当时我考的是传媒大学播音系，我们就是出来以后就要干主持人这一行，我就跟一堆人一块儿去一个北京的某一个公司做节目那个公司去面试，我觉得我说的特别好，我觉得里边没有一个人说的有我好。后来回来以后，我等消息的时候，最后我被淘汰了。于是我就开始去问，我说制片人为什么我没有被选上？他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团队够强大，我不用你特别会说话，我们都可以包装你，教你怎么样去说话。但长得好不好看这个东西是最直观的东西，观众第一眼看到你的脸的时候，你长得不好看我就换台了，我不听你说什么，就是这么现实。我也怀疑过。你那时候127斤是吗？对，127斤。你也到过127斤？有过。也没126，比你瘦1斤。我也到过127斤。那谢谢刘思达，你跟我们分享了你悲惨的童年故事啊！就在不久之前好吗？而且会一直延续好吗？这个现象，大家都清醒一点好吗？我要是你，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回到127斤，看看世界还是不是那样。我就不能那么蠢啊！你认清现实了以后，你可以不服，但你一定要认清这个现实，然后去改变啊！那肯定要减肥啊！好的，再不让人家说话，有点太不公平了哈。现在由反方来发言，谁先说？我先说。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就是曾几何时，我也和大家一样，我觉得在娱乐圈，只要你长得好，或者你整得好，总有我的一席之地，好吧？大家现在看看我都一把年纪了，我还坐在这儿跟一群神经病来谋生，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想说的是，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深刻的意识到，我真的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而且我们再反观我们的小松老师，我相信对小松老师的长相，刚才我们的对面那几位同学他们也提到了，小松老师长得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达成一致的共识，那就是真的不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呢。但是他们刚才也提到了，小松老师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人，人家90年代就知道把别人的长发盘起了，这个小才华我真的是望尘莫及。所以呢，不可否认，我原来写的是谁把你的裙子撩起。导师，我们要有点正能量给观众，马上啊，正能量马上来了。所以呢，小松老师虽然长得比较大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真的是一个有才华的大男孩呢。而且
说到这个社会，脸重不重要？我们不否认脸很重要，但他们真没那么重要。就说我吧，大家看我穿的人模狗样的，真的，我的证件照拿出来，比对面的张扬同学长得还要残忍呢。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你们爹妈不给力，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而已。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连自我包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累死我，让我休息。我们看一下啊，你真的征服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接近要打平了，49。哇，拉平。我发现我们已经输掉了耶！我发现今天的现场观众还是非常敬老爱幼的，像潇潇这么50多岁一把年纪啊，大家居然能够给他这么多的鼓励，真是啊，夕阳红啊！这6位选手还有年龄比我大的吗？真奇怪。张扬，你让人家说完啊！好，他不说完了。姜思达，你请。对面的张同学告诉我嘛，其实脸是重要的嘛，别的也是重要的，你今天能力也是重要的，你钱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得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那我们就能得出任何一个结论，这是看钱的社会，这是看爹的社会，这是看身材的社会。所以这样论述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它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脸是重要的，而我们也承认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为什么？是因为在我们走向成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脸和其他因素相比是最容易提升的一个。在我原来的时候，我是个单眼皮，我妈就觉得双眼皮会比较好看。那现在有这种医学技术，我就说实话嘛，割了一个双眼皮，那很快就康复了。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是你能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脸好像没那么重要。姜思达，我有问题。姜思达，你只有割双眼皮吗？真的。那你其他脸上部位没动过？没有。思达，你早晨起来有刮腿毛的习惯吗？效果看好像刮的也不太好。没有。我们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就像他这种是这样的，因为本来打算穿上丝袜的，但是觉得还是算了吧，就是腿毛就腿毛。啊，你一直跟他聊他的腿毛，等一下他们这一队的这个不高兴。他大腿都露出来了，然后你就关注那个小腿。潇潇是每天要刮腿毛的是吗？其实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被姜思达给逼的，真是相煎何太急，这小妖精穿成那样，我真的我就只有这样了，你知道吗？她穿裙子我就只有超短裤了。你可以穿迷你裙啊，啊，迷你裙，这样好吗？那她怎么办？她本来床单了，就算了。对啊，我都桌布了。所以为什么这一对长得好看的人都在讲这种话？他们有没有勇气卸了妆以后素颜讲这些话？他们就是因为长得好看，但是并没有如预期的。如果真是看脸社会，他们早就成功了。他们并没有那么快的成功，他当成误会了，所以他们才认为这不是个看脸的社会。心怀恨意的在陈述这件事。咱们在这坐的所有人，我们这一上面这么多人，有一个人比江珊珊好，不比袁姗姗好看的吗？因为颜值分高低，他们没有达到那么好看。我要像珊珊姐您这么好，我早就红了，早就红了，我比蔡康永老师还红。突然红了怎么办？你不红不一定是因为你长得丑，是因为你性格不招人喜欢。对，很好。性格为什么不招人喜欢？因为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腹也有诗书啊，我气还有华，我们再来看，有些人说文化，唐宋八大家是哪8个人？反方已经到64票了。我觉得你们这边要不就是长得难看，要不就性格讨厌。能靠后面的外援的人来说说话了，艾丽。我们今天辩题是这个是不是看脸的社会，但我没有说这个是不是只看脸的社会，而且我认为脸有特点不一定要好看。高晓松老师非常有特点，大家你看他的脸啊，仔细看他脸，仔细看啊，看不清。现在把他的越看越想哭，对吧？把他的脸全部去掉。
只留个把我脸全部去掉，没有，把他的皮肤去掉，只留下来胡子、眼睛和头发，你能记住这个人，对吧？再没有任何一个名人像他这样的，当然远要稍微远一些，离。刚才如果你们仔细听对面的所有人说话，他都会说，我觉得不看脸呀，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我去做这个双眼皮，我觉得不看脸呀，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我就要去包装。如果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不看脸，那就不应该做那些活儿。最后的最后，我说一个我具体的例子。时间到，时间到。刚才我坐在高晓松老师旁边，近距离的观察他的脸的一些感受。我真的是我使着劲的看了一会儿，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我的心情，叫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好了，王梅还没有说话，开始。好，谢谢。刚才其实艾丽说的是什么呢？她告诉我们的是人要活得有个性，要有特点，要让别人记住你。可是这个和今天的题目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看脸的社会。在我的理解，如果你跟我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代表什么？代表脸可以定胜负，一脸可以定江山。长得好看就是有特别大的优势，可以说服别人，可以不管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看是不是这样？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的人长得不好看，但是他很成功；有的人长得挺好看的，可是他混得很惨。这就说明什么？如果我们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长得好看只是一种可能让你达到的一个因素之一。脸一定能决定一切吗？关键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你说这个人长得好看，没有学识渊博更加努力来得好嘛？那我们想想设想一个这样的概念，如果我跟你一样努力的话，我长得比你好看，或者你长得比我好看，是不是有优势？有优势，但是如果我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可是我比你有文化，你觉得是不是我又有优势了？对。那这个时候不就是有文化的人更有优势了吗？也看才华。所以说嘛，这根本对比不对嘛。你看高晓松老师跟蔡康永老师都有文化。高晓松老师在这儿呢，你往哪儿？这我都不看到你，我只看到蔡康永老师。王梅因为你而来的。来，我采访一下我身边美丽的袁姗姗小姐，你认为这是个看脸的社会吗？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超市的老板，金城武在你的超市里面偷丝袜，这只是假设啊，假设你要被金城武告，你会告他吗？不会。你会让他肉偿。你会，所以还不如长得难看点。高晓松在你的店里面偷丝袜，你会怎么办？是和金城武比吗？不，就是刚好你的店特别倒霉，上午是金城武偷丝袜，不告，下午是高晓松偷丝袜，告他。高晓松偷矿泉水我就原谅他，偷丝袜干什么呀？我偷丝袜为了套在头上，可以吗？偷丝袜是为了套在头上去抢隔壁那家店，是吧？为什么会把这个丝袜套在头上？因为遮住面部，面部是最容易被人发现的，所以这是个看脸的事情，还要说吗？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看辩论结束时双方投票结果，51对49，凝固啊，这个票数已经不能再被改变了。好，计算胜负结果。哇反方加了17，反方胜。一个人如果连自我包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如果我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可是我比你有文化，你觉得是不是我又有优势呢？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是你能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反方胜了以后呢，就是正方的3位选手当中有1个人会被淘汰。我们请2位团长和姗姗小姐在这个题板上面写下你希望被淘汰选手的名字。开始。好，来吧，3位都把这个题板扣起来，然后在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大家看之前，请先说出自己的原因，但不要说出这个名字。高团长。我觉得作为胜方再去淘汰这个负方的选手，实在是于心不忍，所以我们叫胜不骄不追杀。哦，胜不骄不追杀。
我觉得小时候胜负心太强了，啊，然后这么强的这个胜负心都就上来就已经交了，这就是交。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袁姗姗小姐。我实在不忍心，因为我是一个在辩论上有些不太坚定的人，就是听到谁说都还挺有道理的，然后都听得觉得是对的，虽然最后也会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也是需要磨练，然后慢慢成长才会成为优秀演员的。但是听到他们各个行业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所以，然后我就写我自己吧。袁姗姗和小松都没有选择弃权，我们啊都选择了弃权。那蔡团长，我选中这个人要把他淘汰掉呢，原因是我不确定他留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未来能不能够带来很大的功劳。可是我几乎可以确定，他留在这个队伍里面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好，这是您的选择，是，所以请亮题板。本节目由不走寻常路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人人网，关注《奇葩说》公共主页，参与奇葩话题，有奇葩惊喜。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请亮题板。那么在正方里面，唯一得到一个淘汰票的就是张扬，所以张扬，你也许委屈，也许不服，但是你被淘汰。心不服，口更不服，都不服。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真的想不到。当然，也许说蔡康永老师是在保护我，他可能要单独发展我，也未必哦。好，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我是觉得吧，他刚才那个康永老师也说了，他是因为怕给团队来会减分，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节目中给我们大家带了挺多欢乐的。你表达了那么多了，我们最后给你一个福利吧，福利，拥抱一下我。你愿意跟？是拥抱一下我。那是真正的枪。珊珊介意不介意跟他握个手？拥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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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拥抱不敢，拥抱不敢。